大家好，我是周弟。最近疫情严重大家一定要各自保重戴好口罩，保持好社交距离。除了疫情外这周三、周四大家有没有关注陈轩钱币拍卖呢？陈轩拍卖算是圈内人必定关注的一场拍卖也算是行情的指标。我们来看看经过上一次 SBP 的最新行情之后，行情到底有没有稳住呢？还是说真的是幻觉？这期影片就来带大家走一遍拍卖结果吧。首先，这次成交价格说的都是落锤价，也就是比方成交1万的，买家最终加上拍卖佣金是要支付11300元，而卖家收到的金额是9000左右，所以准确的金额大家自己去算一下。首先是造币总场7002分 PCGS AU50 落锤65000，上个月知名网拍拍过一样的分数72600元含佣金。这里说一个概念算一算，陈轩65000落锤加上 13.5% 的佣金是73775元。其实买家需支付的价格是与上个月成交的价格是一样的但是身为卖家呢，可收不到这么多的钱卖家需要在65000扣掉 10%， 最终从拍卖公司收到的钱是58500元，所以58000到73000之间是归拍卖公司的佣金。今天如果你有一枚赵总AU50 去市场，你要卖73000，难度可能很难市场老板应该只会收购58000再打折收购，这个概念想跟新手科普一下。下一枚呢 XF45 分落锤59000，可以说现在批核只要有分价格都是很坚挺不太会有被捡漏的机会接下来 AU Details 每分19000， XF Detail 呢1万元，可以说没分有分价格就是差3倍。赵总一前4分4这枚64加是评级第2名，落锤85000，这个价格差不多。赵总宣统一前4分4 MS63 落锤28000。接下来呢，大清户部中至5前 UNC Details 落锤26万，那是因为没分数不然想必哪怕61分都能轻松拍个40万以上。下一枚是 MS64 落锤70万。中至2前 PCGS MS65 这枚相当高分过去3年前MS63 品项都是维持在10几万，这次65高分拍了49万。接下来2枚中至一角66高分40万，63的10万。接下来是大清定位系列，对，大面值的1元落锤24万，这个让我有点惊讶。按照香港行情这枚定位1元随便也要70万100万的，怎么就24万呢？应该就是没有打核的关系吧。这个情况买家有几个风险，买了能不能入核，入了核呢会不会有分数，导致价格好像不是很高定位1元同值样币这一枚来历不得了依抗古德曼的旧藏SP58 落锤了85万，相信是这2位名家旧藏的加持，让这枚原本属于冷门的样币变成不这么一般。接下来这2枚定位5角 SP63 落锤60万， UNC 没分12万，有分没分价格上天差地别无分一角6万。轩2系列1元也称水龙或是 Dollar One NGC MS62 成交55万。老实说虽然是 NGC， 但这枚看上去平的也还是可以啦。5月份宏盛拍卖也刚成交1枚 NGC MS63 63万含佣这样算算价格上差不多。5角 AU58 落锤28万， AU 没分落锤7万8。很多人问我这种行情还能怎么买呢？我自己本身专挑没分的买，但是技术含量相当的高，请大家能承担风险的能力再购买。没分买来过几年后再拆盒送评，我们称送出国考试考过了有不少利润一定要有眼光，选择购买有可能出分的钱币。轩2一角有分 AU58 落锤17万5，
接下来是大热门轩山系列，品相上没太大亮点，有分的 XF40 就能拍出7万5，而前面这2枚 UNC Details 5万到8万。接下来是轩山样壁之一的反龙 SP61 落锤160万，去年承宣8月份MS63 加含佣130万。上个月我看到这个现象可能会觉得是个幻觉，但是这次感觉行情就是这么样的。这次这枚反龙干干净净的，压印的相当生峻，仔细看壁面上有一些小细伤，这也难怪才 SP61 嘛，不然应该有更高的分数哦。长须龙 PCGS SP63 2个包浆颜色不一样，估计是屏放在桌面上导致一面较深。老实讲味道不错啦，颜色自然，外深内浅。7年前我还在上海的时候印象63的长须龙120万，现在这枚要500万接下来轩山五角，轩山流通壁几个面值只有五角式样壁，相当稀少。PCGS SP62 落锤250万。注解上说无包浆的部分荧光强劲，说真的光看照片很难分辨2枚轩山2角4万到7万。接下来是轩山一角 MS66 加，终于出现一枚高分数的钱币相信当下很多买家都憋坏了。前面不是61就是62，顶多63，这枚可是66加呀。不过过去轩山一角好品相的还是有啦，我们看看评级数量报告对吧，64分都还有37枚。今年3月一枚64分的成交10万，这枚66加落锤42万，代表现在哪怕是小豪子高分好品相的价格都很高VFXF 有分没分落锤2万到3万。接下来要进入民国中样币的部分，2枚下午星 MS64 落锤23万、25万 ，NGC 65落锤29万，梨园红玳瑁纪念币 MS64 落锤135万。上一波行情能上百万的各种样币，长须龙这一类的就连中资1两丁位轩2亿元都很难过100万门槛现在连梨园红玳瑁都能过100万。回到过去告诉全友们，梨园红玳瑁卖过100万肯定被骂神经病。不过这就是现在的行情去年12月宏盛拍卖一枚 MS64， 成交含佣金42万，今年落锤135万。我这里代表10年后的自己2031年的大头3年 PCGS AU58 将会成交1000万。梨园红光头 MS64 落锤48万，现在梨园红光头才48万，赶快去买吧，明年就要破100万了，兄弟不要理我，我好像疯了。接下来上午星62的干干净净的一枚落锤18万，开国纪念币我们俗称小头，我们挑一枚最贵的奖吧 ，MS66 分小头，这枚浅蓝色的鉴定盒是 PCGS 早期的盒子，落锤价8万，也是马上要破100万的东西大头3年天津版挑这枚 MS65 的落锤5万，下面64的3万。大头三角圆 MS63 加落锤5万，后面这枚67高分的三角圆落锤38万。现在的世道哪怕大头能有67分都能卖38万，赶快找出自己家的大头去钱币店，一进门你就先开价50万，老板出1万你就可以赶快卖了。大头有些重要的版别我们来关心一下吧。大头山东大扣版大纽扣 MS62 分，算是相当难得就算是 AU 也已经很不错了，所以这一枚落锤23万。大头云南版，记得以前介绍大头影片有提过，整体大头深达浅磨，这枚62分落锤13万。这枚过去其实算是不讨好的大头，因为图案浅浅的不清楚，但是因为品相好的难找物以稀为贵的魅力，使得很多藏家特别想挑战自己，寻找高分的云南版大头。大头甘肃版 AU50 也能落锤6万傻眼。下一枚甘肃版 XF40 分落锤1万。
这里啊出现了3枚甘肃落叶版，孤单落叶躺在那右下角，2万到4万。S 版左下隐藏 S，PCGS XF40 落锤17万啊！哇，没想到我大头板别的影片都有介绍过这些板别呀。接下来这枚裸币就不介绍了，毕竟我们没有去现场看嘛。苏维埃1元，这枚压印啊相当完好，包浆也不错，清晰的图文啊为这枚币赢得了66万的落锤价。接下来几枚的亿兆币都是10万以上。想了解亿兆币的全友啊，可以去看宝藏谈收藏直播节目，王吉林介绍亿兆币的专题，讲得相当不错。现在啊，有一些稀少的亿兆币也都是10万起跳啊，赚钱啊要请吃饭哦。算了，现在不要约我吃饭了。63大头8年12万2000落锤，大头8年是大头最少的年份，潜力无限啊。后面 MS64 落锤31万，66分的9年落锤26万，10年 MS65 落锤6万。10年高分的大头里啊算蛮多的，价格里啊也能看出。下面这个是10口罩数点年 MS63 板别稀少，赢得33万的高价哦。这边是同一个藏家出品的，现在如果你的藏品不错，出品成轩拍卖可以要求将你的拍品放在一起，不过前提是你的藏品要够好啊。紧接着呢就是轩362落锤14万，第二枚62呢是12万，相差2万，应该是整体视觉的干净度吧。第一枚显然比较干净。轩3一角64落锤16万5千，下午星64落锤26万，上午星呢64落锤35万，相同分数上午星比较贵哦。嘟嘟张喜软像 George 签字版银质2等纪念牌 NGCAU Details， 配上的是古德曼旧藏的加持啊，最终落锤54万。苏维埃鳄鱼丸1元 PCGS AU50 落锤160万，我的天啊，又再次刷新纪录啊！有3个因素成就了这个价格：一，压印完整，别看感觉有点落打，正常鳄鱼丸啊不止落打，它是落打的连他妈都认不得啊。第二，自然的环状包浆，品相分数高啊，别看才 AU50 啊，这可是 PCGS 唯一最高分啊。江南乙是7前2分 AU50 落锤19万5，吉林7前2分普通干支 AU 品相都是16万，吉林癸卯 MS61 评级记录啊同品种第2名落锤36万，吉林甲辰 MS60 落22万，感觉吉林主币 AU 的10几万，MS60 以上就是20几万了。铃木币 MS62 半年前 MS63 成交63万含佣，这次 MS62 却是98万落锤。 OK， 现在开始三繁样币系列，意大利 PCGS SP62， 这些都是为了23传洋币设计的样币，其中意大利版最少，这枚是意大利版签字版，去年11月份有一枚一样的分数 SP62 成交了138万含佣，今天这枚落锤350万，疯了。下一枚奥地利版 PCGS SP64 落锤160万，日本版、美国版 SP63、63加大概都落锤155万、160万。这告诉我们一个趋势啊，三繁只要有 MS63、64，不管哪个版都可以是破100万的事实啊。66分的话应该能上200万，10几20万的年代已经不在了，那些是侏罗纪公园的时代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以下3枚 UNC 的3鸟，分别落锤10万、20万，大家都把握这段时间吧。现在3鸟20万能买，大家就应该很开心了。传洋22年 MS64 落锤7万，现在居然10万以内能买的却是传洋22年啊。不过这一枚65分的22年就没这么好了，65分你还想10万以内购买到吗？
要25万。23年传扬啊，虽然非常多，但是 MS66 分的也是落锤15万5，后面66分成交13万。在后面这枚啊 PCGS 老盒66落锤7万5，短短半个小时66分居然跌了一半啊！龙凤小字 PCGS 老盒 MS63， 要记得啊，龙凤小字品相好的比大字版的少，而且小字版包浆状态差的居多，所以落锤了92万。下一枚 MS62 落锤42万，接下来是共和66分的高分。想必没错，落锤了125万，又是破100万啊！这枚币包浆颜色有蓝色、紫色，还有橘色。64共和落锤40万，再来是共和冲天冠，老包浆 SP40。为何叫冲天冠呢？因为帽子顶到钱币的边缘。冲天冠啊，制作镶嵌精美 ，PCGS 入盒仅只有2枚啊。其实并不是真的这么稀少，只是如此开门啊，让鉴定公司敢评级入盒的较少。落锤145万。下面一颗共和石纹铜币 ，MS64 加是红棕色最高分，落锤52万。唐继尧10元金币 PCGS MS62， 这是比较热门的金币品种，很多不玩金币的藏家啊都会想收藏一枚，就是因为它是真正意义上的金币。MS62 10元啊落锤了26万，下一枚5元面值的 MS63 落锤20万，当然下面2枚是没有分的。价格表现就比较低一些，9万甚至3万5。唐继尧正面银元 MS64 加的高分，颜色上啊也是干干净净的，落锤36万。我从成交价格分析发现，老包浆的银币好过洗过的钱币，但是白乎乎的钱币啊又好过后氧包浆，但是看上去脏脏的、深浅不均匀的，所以从价格上可以分辨出大家对市场的喜爱程度。下一枚是普通品相的唐正，才落锤4000元。好品相的钱币价格真的是很厉害啊！徐世昌有纪念币 PCGS MS61 落锤55万，想必如果是63徐世昌，有可能也能破100万。段祺瑞 UNC Details 落锤26万，下一枚一样 UNC 每一分落锤8万2。我依照片评价一下，就是呼应刚刚我说的，一枚白白的，但是至少干干净净啊。下一枚虽然有包浆，但是深浅不均匀啊，导致影响了成交价。段祺瑞银币，但金质样币，裸币落锤32万。这枚与刚刚说的唐继尧金币性质不一样，这枚是用银币模具铸造的金质样币啊。唐继尧5元、10元是真正流通的金币。曹锟文庄像，简称文庄，曹锟文庄像，简称文曹。PCGS MS64 落锤50万，下一枚 MS65 的高分落锤108万，又是一枚破100万的人像币。下一枚飞龙10元金币，也是真正意义上的金币 SP62 分，俗称小飞龙金币。这枚是意大利籍雕刻师 L. George 签字版，是 PCGS 唯一入盒评级的，所以落锤400万的一个高分高价。接下来是飞龙签字，飞龙签字要比共和签字少得多了，分数 SP61 落锤了290万。2015年有一枚飞龙签字，一样同一个分数 SP61， 成交100万含佣。2015年的100万，2021年300万。相信现在大家对钱币估价摸不着头绪啊，有的涨了3倍，有的5倍，有的10倍。我相信价格会慢慢稳定明朗的。目前可能因为价格刚涨，所以有大量的新买家进场抢购银元。不得不说有些新手对于钱币状态的理解以及价格的拿捏不同非常建议多找有经验的币商询问合作，至少能在涨风的趋势下购买到相对 CP 值的性价比较高的钱币。孙总理侧面样币 SP62 落锤12万，苏维埃川陕省1元 PCGS XF40 落锤29万。
压印及包浆都是相当好。接下来亿兆币品相稍微好的 UNC 范围都能落锤10万以上。接下来要进入地方政府铸的钱币。